大家好，拿到糖尿病体检报告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都会第一时间看向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这2个项目，数值稍微偏高就会变得焦虑不安，总在反思是不是这个月饮食没有控制好，是不是运动坚持得不够到位。如果检测结果刚好落在正常区间里，很多人就会立刻放松心情，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的控糖工作做得非常到位，甚至开始放松警惕，恢复以前的饮食和生活习惯。但作为常年接触患者的内分泌科医生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单次的血糖数值根本不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关键。我们一天当中的血糖水平会因为进食的食物种类、运动量多少、睡眠质量好坏，以及情绪稳定程度出现明显的上下起伏变化。今天测量的空腹血糖只能代表抽血那一瞬间的身体状态，完全无法反映过去一段时间血糖的整体控制情况。真正决定糖尿病患者未来10年是否会出现并发症，能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质量，能不能拥有健康安稳的晚年生活的，是一套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5大核心指标组合。这5个指标相互关联，相互影响，环环相扣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健康防护体系。只有把这5项指标全部稳定在合理范围，才能把并发症的风险降到最低。任何一项出现异常，都可能给身体带来长期的健康隐患，少一个都不行。第一个核心指标是糖化血红蛋白，它就像是贴在我们身体里的3个月血糖总账本，能够最真实、最稳定地反映血糖控制情况。如果把单次血糖检测比作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，只能记录某一个瞬间的状态，那么糖化血红蛋白就是一段连续3个月的完整录像，全面记录这段时间的血糖变化。它也是判断血糖控制效果最关键、最权威的指标，没有之一。我们身体里的红细胞正常寿命大约在120天左右，血液中的葡萄糖会自动和红细胞里的血红蛋白结合在一起，结合的比例越高，就说明这段时间身体的整体血糖水平越高，而且这个数值一旦形成就非常稳定，不会受到当天饮食、运动、情绪波动的干扰，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近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，不会出现单次测量的误差和偶然性。根据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明确要求，普通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必须控制在 7% 以下。如果是年龄较轻、没有出现并发症、身体基础状况较好的患者，控制标准可以更加严格，尽量控制在 6.5% 以下。这个标准并不是随意制定的，而是经过大量临床数据研究和长期随访验证得出的结论。数据明确显示，糖化血红蛋白每降低 1%， 糖尿病相关的微血管并发症，比如眼底视网膜病变、肾脏损伤病变的风险能够下降 37%， 心肌梗死的发生风险也能下降 14%。这个降幅对预防并发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很多糖友都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，觉得自己平时在家测量血糖都在正常范围，糖化血红蛋白就一定不会出现问题。但事实和大家的认知完全相反，血糖的剧烈大幅波动同样会导致糖化血红蛋白数值升高。比如某一天吃了甜食或者精致碳水，血糖快速飙升到15毫摩尔每升，第二天又过度控制饮食，导致血糖跌到 3.9 毫摩尔每升。这种忽高忽低的剧烈波动，家用指尖血糖仪很难完整捕捉到，但会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在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结果里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，无论平时自测血糖的频率有多高，无论单次测量结果有多稳定，每3个月都必须到医院进行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检测。这一项检查是判断长期控糖效果的金标准，绝对不能省略，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拖延检测。
第二个核心指标是血压，它是比很多糖友想象中更致命、更关键的并发症推手，也是控糖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指标。看完血糖相关指标之后，血压是第二个需要重点紧盯、持续监测的项目。可它的重要性一直被大量糖友严重低估。糖尿病和高血压就像一对协同伤害身体的难兄难弟。临床数据显示，超过 60% 的糖尿病患者都会合并出现高血压问题。糖尿病本身已经让全身血管长期处于高糖环境当中，血管内壁变得脆弱、敏感，容易受损，自我修复能力大幅下降，再加上高血压的持续冲击和压迫，相当于给血管带来双重暴击，损伤程度会成倍放大。以肾脏为例，糖尿病会慢慢损伤肾小球的过滤功能，让肾脏的代谢压力不断增加，而高血压会进一步升高肾脏血管的压力，加速肾脏细胞的损伤，让糖尿病肾病的进展速度直接翻倍。原本10几年才会出现的肾脏损伤，可能短短几年就会恶化到不可逆的程度。再比如眼部健康，眼底的微血管本身就非常纤细脆弱，是全身最薄弱的血管之一。高血压会让这些微血管压力骤增，出现破裂、出血、堵塞等问题，提前诱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，严重时会导致视力快速下降，甚至完全失明。还有心脑血管系统，高血糖和高血压两个危险因素叠加，会让血管硬化、斑块形成的速度大幅加快，冠心病、脑梗死、脑出血的发病风险是单独患有糖尿病人群的好几倍，是威胁糖友生命安全的主要因素。正因为这样，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标准比普通高血压患者更加严格。指南明确要求，血压必须稳定控制在130/80毫米汞柱以下。这里需要重点强调一点，控制血压并不是追求数值越低越好，而是追求长期平稳稳定。哪怕血压数值在130/80毫米汞柱左右小幅浮动，只要不出现忽高忽低的剧烈变化，就是合格安全的状态。反而今天140/90毫米汞柱，明天100/70毫米汞柱的大起大落，对血管内壁的冲击和伤害比稳定在135/85毫米汞柱更加严重。血糖要平稳，血压同样要平稳，这是保护全身血管、预防并发症的基础原则，也是每一位糖友都要牢记的健康准则。第三个核心指标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它是血脂报告里最需要警惕、最需要严格控制的头号敌人，也是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关键。拿到血脂检查报告，不用被一连串复杂的数值和专业术语弄晕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所有血脂指标里只有一个核心，需要我们重点紧盯、严格控制，它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坏胆固醇。糖尿病患者的血管内皮本身就比健康人群脆弱，就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纸张，弹性变差，修复能力特别差，稍微受到刺激就容易出现损伤。而低密度脂蛋白一旦升高，就会被氧化成氧化型坏胆固醇，这些微小的有害颗粒会像细小的垃圾一样，牢牢粘在受损的血管壁上，不断堆积，不断增厚，慢慢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。这些斑块会让血管变窄、变脆，稳定性变差。一旦斑块出现破裂，就会瞬间形成血栓。血栓堵塞在心脏血管里，就会引发急性心肌梗死；堵塞在脑血管里，就会导致急性脑梗死。这是糖尿病患者最致命、最紧急的健康风险。而且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本身基础状态较差，哪怕低密度脂蛋白只是稍微偏高一点，斑块的生长速度也会比普通人快很多，血管堵塞和破裂的风险会急剧增加。除了低密度脂蛋白，甘油三酯也绝对不能忽视。如果甘油三酯长期处于偏高状态，会直接加重身体的胰岛素抵抗，
简单来说，就是让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大幅下降，胰腺不得不分泌更多胰岛素，才能完成降血糖的工作。时间久了，胰岛功能会提前疲劳衰退，血糖控制难度越来越大，最终形成血糖高、甘油三酯高，胰岛素抵抗更严重。血糖进一步升高的恶性循环，让整个代谢系统陷入混乱。根据临床指南的明确要求，普通糖尿病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在 2.6 毫摩尔每升以下。如果已经合并冠心病、脑梗等心血管疾病，属于高危人群，必须严格控制在 1.8 毫摩尔每升以下。只要把这个指标稳定在安全范围，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就能大幅降低，生命安全就能得到有效保障。第4个核心指标是体重和腰围，它是反映代谢健康最直观的晴雨表。而腹型肥胖则是隐藏在糖友身边的最大隐形杀手。即便血糖、血压、血脂都控制得比较理想，也绝对不能忽略体重和腰围的管理，尤其是腰围，它比体重数字更能反映代谢健康状态，是判断并发症风险的关键指标。很多人只关注体重秤上的数字变化，却不知道腹型肥胖，也就是肚子大、腰围粗，才是诱发和加重糖尿病的核心元凶之一。腹部的内脏脂肪并不是单纯的肥肉组织，它更像一个持续分泌炎症因子的活跃工厂，24小时不断释放有害的炎症物质。这些炎症因子会让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大幅下降，胰腺只能超负荷工作，分泌更多胰岛素来代偿血糖问题。长期下来，胰岛功能会慢慢衰退、损伤，胰岛素抵抗会越来越严重，让血糖控制变得越来越难。对于体重超标的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减轻体重的 5% 到 10% 是性价比最高、效果最明显的控糖手段。比如体重80公斤的患者，只需要减重到72到76公斤，不需要额外增加药物剂量，不需要更换治疗方案，血糖、血压、血脂就能同步得到改善，效果有时候比换药、加药还要明显。这里给大家一个国人专属、简单好记的腰围标准，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。男性腰围小于等于90厘米，女性腰围小于等于85厘米。只要超过这个数值，就属于腹型肥胖，并发症风险会比体型正常的人高出数倍。当然，减重并不是让大家过度节食，瘦成竹竿也不是追求极端的体重数字，而是减掉多余的脂肪，尤其是堆积在腹部、包裹在内脏周围的有害内脏脂肪。只要腰围能够达标，身体的代谢状态就会从根本上变好，胰岛素抵抗会减轻，血糖、血压的控制也会变得更加轻松、稳定。第5个核心指标是尿微量白蛋白，它是5大指标里知名度最低、最容易被糖友忽略，却能最早预警肾脏损伤的关键信号，甚至很多糖友都不知道需要检查这项指标。肾脏里有无数个微小的过滤筛子，医学上叫做肾小球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个筛子结构精密，功能稳定，只允许水分和小分子物质通过，像白蛋白这种大分子蛋白质是绝对不会漏到尿液里的。一旦尿液中检测到有微量的白蛋白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数值非常低，也说明肾小球的过滤筛子已经开始破损，功能出现异常。这是糖尿病肾病最早、最敏感的预警信号。临床上我们主要查看尿微量白蛋白与肌酐的比值，正常范围是小于30毫克每克。这个阶段是干预和逆转肾脏损伤的黄金时期，只要赶紧强化血糖、血压的控制，及时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，坚持科学的代谢管理，是很多患者的早期肾脏损伤完全可以逆转，肾功能能够一直保持正常状态。如果这个时候不重视、不干预，继续放任血糖、血压异常波动，肾小球会慢慢纤维化，
硬化筛子，结构彻底损坏。到时候尿液里就会出现大量蛋白尿，肾脏损伤就会进入不可逆阶段，最终可能发展为尿毒症，需要长期透析维持生命。所以确诊糖尿病之后，每年至少要查一次尿微量白蛋白。这个检查费用很低，操作简单，却能提前守护肾脏健康。发现早期损伤，绝对不能因为麻烦或者觉得没必要就省略。最后想跟所有糖友说，糖尿病的管理从来不是单点突破，不是只控制好某一个指标就可以高枕无忧，而是全方位综合性的系统把控。总结来说，糖尿病的核心管理从来不是只把空腹血糖，餐后血糖降下来就够了，糖化血红蛋白、血压、低密度脂蛋白、体重腰围、尿微量白蛋白这5个指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健康防护网。单独哪一项达标都不算真正控制好了，糖尿病只有5项全部稳定，才能真正远离并发症。想要把这5项指标都稳住，需要饮食、运动、药物、监测4项措施协同发力，缺一不可。饮食上严格控糖、控油、控盐，多吃高纤维、低升糖、天然未加工的食物，远离精致碳水和添加糖。坚持规律运动，每周至少保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结合有氧运动和简单力量训练，提高代谢水平。遵医嘱按时用药，不要擅自停药。减药、换药，出现身体不适及时和医生沟通，定期监测各项指标，根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管理方案，不拖延，不侥幸，长期坚持这样科学、全面的综合管理，糖友不仅能大幅降低并发症风险，还能正常工作、正常生活，保持高质量、有尊严的晚年生活。这5个指标就是糖尿病患者守住健康的5大支柱，是远离并发症的5道防线，一定要牢牢守住，认真管理，长期坚持。今天的科普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这5大核心指标，用科学的方式管理糖尿病，拥有健康安稳的生活。本视频内容仅为健康科普参考，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诊断、建议或治疗方案。如果有血糖、血压、代谢相关的健康问题，请务必及时咨询你的主治医生或专业医疗人员，根据个人情况制定专属方案。咱们下次再见。